好的，大家好，我是杨老師。那現在呢，我們正在進行的是 HSK 6級考前輔導系列課程。這個課程呢，可以幫助大家全面的複習和準備 HSK 6級。那現在我們正在學習的就是閱讀的第一部分，也就是找病句。4個句子裡邊有1個句子是錯誤的，你要把它找出來。那前邊我們已經介紹了一些最基本的方法，而且也給大家講了一些最基本的語法結構。希望大家通過語法結構分析的方法呢，能夠找出錯句。當然，我們也提到了有的时候是詞的錯誤，所以在前邊呢，我們也講到了一些副詞，還有一些應該注意的詞。那大家看到這些詞的時候呢，就需要小心一點，找出它們是不是看一看它们是不是有錯誤。那現在呢，我們要學的還是詞。那這個詞是什麼詞呢？就是容易錯的詞。什麼叫容易錯的詞？就是近義詞。因為我們已經到了6級了，我們學了5000個詞彙。這5000個詞彙裡邊一定有很多詞，它們有的時候是看上去非常像，有的時候呢是意思差不多，但是我們要很清楚這些詞它們分別是有什麼樣的意思，有什麼樣的用法，還有就是它們的近義詞是什麼，它們的近義詞和這些詞的區別是什麼。那這些都是大家在準備6級考試的時候需要認真去學習的。那這節課裡邊呢，老師會總結以前的考試中出現過的近義詞的錯誤。那在這裡呢，給大家認真的去講解一下，那會告訴大家一些近義詞怎麼去區別。當然了，更多的工作可能還是需要就是依靠大家在下課之後去自己去認真的學習。那現在呢，我們首先來看第一個練習題。我們來讀一下 A、B、C、D 的4個句子，大家來判斷哪一個句子是有問題的。我們先來看 A， 人應該善待自己。善待自己的最好方法是善待別人。善待別人的最好方法是寬容別人。好，那這個句子同學們認真的讀一讀，看一看有沒有問題。重要的是你要學習2個詞彙，一個是這個善待，一個是這個寬容。好，這2個詞是你需要在這個6級當中你應該要掌握的詞彙。你不但要知道它的是什麼意思，你還要知道它有什麼用法。那善待和寬容研究一下自己去學習一下。好，這個句子沒有問題。那 B， 讀了大半輩子書，倘若有人問我怎麼選擇一本書，我一定會毫不猶豫地回答：快樂是基本原則。那這個倘若呢，意思就是如果，我相信大家都沒有問題。那毫不猶豫的不猶豫的，一點兒也不猶豫的回答，在動詞前邊的，土也的狀語在動詞的前邊沒有問題，這個句子也是正確的。我們來看 C， 即將建成的水庫不僅能促進本地區工農業的發展，改善航運條件，而且還能起到防洪防水、調節氣候的作用。那這個句子大家看一看結構是什麼？這個水庫呢，不僅能促進發展、改善條件，而且還能起到什麼什麼的作用。起到什麼什麼的作用沒有問題，促進發展沒有問題，改善條件没有問題，那這個句子就是正確的。我希望同學們能夠從這個句子裡邊學到一些基本的詞彙，促進什麼什麼的發展，改善什麼條件起到什麼樣的作用。
那這都是你應該要記住，而且你应該能夠會的東西。而且也希望同學們在以後自己写文章的时候也可以用到这样的词汇。好，那如果这里面有一些词汇你觉得老師我掌握的不是很好，我也希望大家在下課之後能夠再去認真的學習一下，而且讀這樣的正確的句子可以幫助大家培養語感。所以 A、B、C 3個句子都是正確的句子，那你要記得多去讀一讀。那我們看最後一個，它一定是錯的。那錯在哪裡呢？同學們來找一找。大禹治水的故事家喻戶曉，但人們多是把大禹看作一個治水的英雄。實際上，大禹最大的功能是，它是中國第一個民族國家夏王朝的奠基人。好，那在這裡邊他提到了一個人，這個人是誰呢？就是這個大禹大禹治水管理水就是因為中國的河非常多，下大雨的時候呢，水就到處走，是會變成洪水。這個洪水，那大禹呢，他就想辦法去研究怎麼去解決這個問題。那這個故事叫做大禹治水。那這個故事家喻戶曉，這個成語大家應該知道曉是知道的意思家家戶戶都知道，所有的人都知道，就是家喻戶曉。這個故事所有的人都知道，但是人們多是把一個人看作什麼？把大禹這個人呢看作是一個英雄。實際上，大禹最大的功能是什麼呢？他是中國第一個民族國家夏王朝的奠基人。什麼叫做奠基人呢？就是你蓋房子的時候，最下邊的那個部分叫做地基。那你去做這個地基，你就是奠基人，也就是你是打好基礎的人所以大禹是為這個夏王朝的建立打好基礎的這樣的一個人。那麼這個句子裡邊到底哪裡有問題呢？同學們不知道是不是已經發現了？在這裡老師標紅了一個詞彙，那這個詞彙就是功能那老師也標了這個，把什麼什麼看作什麼，這是正確的，同學們可以記下來。那功能這個詞，大家是不是知道它是什麼意思呢？你是不是清楚這個詞什麼意思？怎麼用？近義詞是什麼？那你能不能給老師說出一個用功能說的一個句子來？然後我們來一起看一下這個詞錯誤就在這個詞上面。如果你真的知道功能這個詞到底怎麼用，你就會發現這個句子其實是錯誤的。那我們來看一下一個這個功能這個詞我們來看一下，它呢只能說是產品的功能或者是藥品的功能。那人呢，大禹呢，它不可以說它有功能，它應該說它有功績有功績。那績就是成績的績。所以大家現在要去了解和學習的是功能和功績這兩個詞的區別是什麼？功能是產品的功能，功績是人的功績。人做了什麼樣的好的事情，得到了什麼好的結果，叫做功績。功能只是東西的功能。現在大家明白了嗎？好，那這兩個詞的區別，希望大家能夠記住。那如果你非常清楚這兩個詞的區別的話，我也相信這個題目你不會做錯。好，那這個題我們已經做完了，希望通過這個題目，大家能夠學會一些非常重要的詞彙和重要的用法。然後我們繼續看，
在這裡 A B C D 4個句子，同學們一起來讀。A. 農曆9月9日為中國傳統的重陽節。這個句子呢沒有問題。這個地方的這個為呀，它是的意思。同學們要記住，為這個詞有是的意思。好，第二個，對於幸福的含義，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理解。對於什麼什麼，這也是很有用的一個詞，考試的時候經常會出現。對於什麼，每個人有不同的理解，這個句子也是正確的。好，第3個句子，由於自然資源匱乏。匱乏呢，這個是匱乏，匱乏就是缺乏、缺少的意思。同學們要記住，該個國家的主要工業原料均依賴進口。這裡的均不是平均，是都的意思，都依賴進口，沒有問題。那這裡這個句子裡邊，該個國家，那同學們記不記得該是什麼意思呢？是這個的意思啊，這個的意思，大家聽清楚啊，該這個詞的意思是這個，所以它已經是這個的意思了，後面又加了一個個，那這個句子就不對了。我們說一下呢，這個詞裡邊不是該個國家，而應該說該國家或者是該國啊。那同學們要記住，如果你要用該這個詞呢，你後邊就不可以再用量詞了，因為該這個詞本身就含有量詞的意思啊。所以同學們在這裡要記住這個知識。好，那 C 是答案，對不對？那這個該個國家是有問題的。那我們来看一下 D 有沒有D 我們如果它是正確的，我們要學習什麼呢？這種星系沒有一定的形狀，也沒有明顯的中心，所以被稱為不規則星系。好，那沒有什麼，没有什麼，所以這個星系被稱為什麼？那沒有問題，同學們要記住被稱為什麼這樣的這個被動句的這個說法，我們在前邊其實也學過了，同學們來複習一下，這個句子是正確的。好，那 A B C D 我們應該要選擇 C。現在大家記住，該的後邊不要加量詞。好，那然後我們再來看一個題目，看看這個题目問題出在哪裡。生活是一把鏡子，你對他微笑，他也对你微笑。你对他微笑，他也对你微笑，这個部分是沒有問題的。那在這裡大家要看一下，生活是一把鏡子。那同學們如果在句子裡邊看到了量詞 measure word， 同學們就一定要小心一點兒。那你要去想的就是這個量詞對不對？一把鏡子對嗎？一把鏡子，這是不對的哈。我們不可以說一把鏡子，我們可以說一把雨傘、一把鑰匙，但是不可以說一把鏡子。我們應該說什麼呢？我們應該說的是一面鏡子。同學們現在是不是記住了呢？一面牆、一面鏡子等等都是非常有用的詞彙。那如果同學們覺得我的量詞學的不是非常好，那歡迎大家呢去後邊我們的選詞填空裡邊呢老師也提到了一些重要的量詞，或者同學們自己也要去学習一些量詞，特別是一些抽象的量詞，同學們要特別去注意它，因為考試裡邊有可能會考到出現一個量詞，但這個量詞是錯誤的。好，那 A 它既然是正確既然是錯誤的句子，
我們這個題目答案就應該要選擇 A， 對不對？那 B、C、D 它們都是正確的，我們要一起看一看。B， 窗花是一種剪紙藝術品，在中國民間已有上千年的歷史。大家注意，這裡面有一個是，什麼是什麼？我們看一看，窗花是藝術品，沒有問題。窗花在中國民間有什麼呢？有歷史，有上千年的歷史，這個句子也沒有問題。那你看，是字句、有字句都是非常常見的句子，看到之後找主語、找宾語，只要它們能对上，就是正確的。那第三個句子，一個人的快樂不是因為他擁有的多，而是因為他計較的少。那同學們要注意，不是因為 A， 而是因為 B， 不是 A， 而是 B， 它們是什麼關係啊？轉折的關係，同學們一定要記住了這個關係。D， 臭氧層就好比是地球的保護伞，阻擋了太陽99%的紫外線輻射。好，這個句子也沒有問題啊。臭氧层好比是什麼？好比是什麼？就是好像是什麼？那它阻擋了什麼呢？阻擋了輻射。這個也沒有問題。阻擋了什麼？阻擋了不好的東西。不好的東西是什麼呀？紫外線輻射。好，那听說呢，紫外線輻射可以讓皮膚曬黑，而且可以讓皮膚得病，所以呢，我們這個臭氧層阻擋的是一個不好的東西，所以這個句子也是正確的。那 B、C、D 的句子都對， A 是錯誤的，所以這個題目答案應該要選擇 A。好，那同學們現在至少你記住了鏡子的量詞應該是一面鏡子。好，那我們繼續看這個電影的發明，讓人們第一次可以真實的實現活動的生活場景。好，那這個句子裡邊，我們把紅色的部分標出來，是因為它是有問題的那同學們想一想，實現這個詞是什麼意思？它怎麼用？它有沒有近義詞啊？實現，同學們想一想，它放在這兒合適不合適呢？電影可以實現活動的生活場景。實現這個詞，如果你學過的話呢，你應該很清楚它的意思和用法是什麼。比如說呢，老師有一个夢想，我想做什麼呢？我想我在小的時候就想做一個老師我在很小的時候就覺得老師這個工作特別好，特別有意義。那我小的時候的夢想是老師，成為老師，當老師。那現在我已經是老師了，所以我的夢想實現了。我的夢想實現了，我也可以說我實現了我的夢想。那所以實現的意思是你的目標、你的夢想、你的想法變成真的了，那就是實現。但是電影呢，它不是實現活動的生活場景，應該用什麼呢？應該用再現，它再現了活動的生活場景再現呢比如說情況，再現一個場景，再現一個事件，就是這事兒發生過了，那我們呢再把它表演一遍再把它拿出來給大家看一遍，這個就叫做再現。那實現的話，實現夢想，實現目標，實現理想。你有一個想法，然後這個想法你去做它，最後呢，這個真的做到了，那就叫做實現。
所以现在同學們對於實現和在線的區別是不是很清楚了呢？我希望大家能夠記住它啊，因為有可能在別的地方你還會用到它們。那我們繼續看啊，看這個，據預測，明年第2季度國際市場的原油日需求量將減少250萬桶以內。那這個句子裡邊的主語就是這個需求量，這個需求量會怎麼樣呢？這個需求量將減少，減少多少呢？250萬桶以內，它就不對了啊！你在減少這個詞的用法裡邊，你要很清楚它要怎麼用啊。比如說，我們看這裡啊，正確的句子。你可以說減少250萬桶啊，你不可以說以內啊，不可以說以內，就是以內的意思就是不到250萬桶。那在這裡呢，我們也可以看到，如果你一定要用以內的話呢，你應該說減少至250萬桶以內，減少到啊，減少到的意思，這個至是到的意思。所以同學們不僅僅是要了解詞義，你還應該去學習詞的用法啊。一個詞它的用法是什麼，你一定要很清楚。比如說減少這個詞，你後邊只能直接加數字，對不對？你不可以在數字的後邊再加以內、以上、以外這樣的詞了。如果你要加，你必須得去說減少到多少。那可能有同學說呀，老師啊，我不是很明白為什麼這個地方用以內。那我是要告訴大家，比如說你的學校呢有100個人，對不对？可能啊，比如說我們假設你的學校有100個人，那100個人呢太多了啊，老師覺得一個班裡邊100個人太多了。那老師說我要減少啊，我要減少。那減少多少個人呢？我們可以減少10個人，或減少20個人啊。這個後面你要直接加減少多少啊。但是老師說了，老師沒有說減少多少，老師說呢，我要減少到80人，我要減少到80人，那就是說有20個人會被分到別的班裡面去，我們只剩下80個人。那老師也有可能會說，我要減少到80人以內。什麼叫做80人以內呢？就是可能是74啊、75啊、78呀、79呀、80啊，他們都算是80以內啊，減少到80人以內。那這樣對大家來說是不是稍微清楚一點呢？啊？那這個時候，如果你要用了以內，你就必須要用這個至，或者是要用這個到，你不能直接啊，這樣就是不對的。那減少這個詞，它的用法現在你清楚了嗎？所以你看啊，雖然你明白減少這個詞是什麼意思，但如果你不知道它的用法的話，這個題目是不是你也做不出來呢？那在這裡再一次提醒大家，一個詞它可以怎麼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那我們繼續看這個句子。語言的使用促進了人類的思維，使得大腦更加發達。剛才我們好像看到了一個促進的詞，對不對？大家還記得嗎？我們看到了一個促進，可能已經不記得了哈。那同學們是不是知道促進這個詞怎麼用呢？用法呀，促進就是讓它更快，讓它更好的意思。那可不可以促進人類的思維呢？不可以啊！同學们要記住，促進這個詞我們可以怎麼用呢？我們可以促進發展，促進人類思維的發展，
但是你不能促進人類思維本身，你要促進思維的發展。所以促進這個詞後邊常常要接發展這個詞。那麼同學們，你現在是不是清楚了促進這個詞的用法呢？同學們一定要記住因為促進這個詞它還是挺有用的大家不僅僅是在考試的時候可以用，你平時說話的時候，如果說比較重要的內容，其實也会用到這個詞那你要注意的是可能比如說我們學習的同學，有的同學是會英語的，那促進這個詞在英語裡面可能翻譯是 promote， 但是你去查一下英語裡的 promote 可以有的 promote something， 這個 something 跟漢語裡的促進的後邊的這個名詞肯定不是完全一樣的，所以你只是去記這個詞有什麼意思，這個是不夠的，一定還要去記住這個詞的後邊可以跟什麼樣的名詞在一起，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的用法。好，那這個句子我們也解決了。我們現在繼續看，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的是，老師直接給了答案了金庸創作的武俠小說構思驚奇，開展了武俠小說的新天地。一看這個詞就是不對的，不能說開展了新天地，這個是不對的。我們應該說什麼呢？我們應該說開創了武俠小說的新天地。所以在這裡，開展和開創它們是有區別的。那同學們要了解到的是，開展這個詞呀，你能說的是開展一個活動，開展一個項目就是開始發展的意思，讓它開始，讓它發展，這個叫做開展。那如果你要新天地的話，新的東西，新的歷史，你必須要用開創新的時代，開創新的局面，開創新的歷史，開創新天地這個創的意思是創造，意思是以前沒有的。那金庸他創作的這個小說是開創了新的天地，就是他的想象力非常豐富，他的構思非常驚奇，他的小說特別好，那給我們就是相當於打開了一個新的世界，所以必須要是用開創，而不能用開展它不能用開展，因為開展有一点像組織開始发展這樣的意思，所以呢，在這裡你要很清楚這個句子是不對的，需要用這個句子。那開展和開創，如果你還有問題，希望你下課以後再去努力的學習一下。好，那我們再看這個木蘭詩和孔雀東南飛，合稱樂府雙璧。稱同學們還記得是漢代樂府民歌中最著名的2個大代表作。那讀到這裡，如果同學們學過咱們之前的是 A 是 B 的那節課的話，應該還記得這個是不對的吧？應該還記得吧？那錯在哪裡？同學們知道嗎？同學們如果知道，可以自己想一想就是那木蘭詩和孔雀東南飛，這是2個，它是樂府雙璧，它稱樂府雙璧。那它是什麼呢？是漢代樂府民歌中最著名的什麼呢？我們要注意一下2大代表作。我們在这個前邊的 A 是 B 裡邊跟大家提到過。那如果是比如說一個的話，
它是十大什麼裡邊的一個，是十大什麼什麼之一啊。那這個我們中國呀很喜歡說什麼三大什麼什麼，四大什麼什麼，五大什麼什麼等等啊。比如說我們中國有四大名著啊，四大名著是什麼呀？啊，是《水滸傳》《西遊記》《三國演義》《紅樓夢》4本非常有名的小說，明清時期的小說叫四大名著。那你要注意的是，這個三大、四大、五大、六大，這個你的後邊不應該加個啊，不能有量詞啊，它們是一種固定的用法，就叫做四大什麼、两大什麼啊就可以了。那同學們要把這個也給記住啊，這個是他們的用法。好，那這是這個題目，同學們是不是在這個裡邊已經學會了很多東西呢？那我們繼續看，阮教授沒有直接回答，只是做了個手勢，意思我跟他去。同學們要想一想，這個教授呢，他做了個手勢，那個教授呢，意思我跟他去，這個句子就不对了。這個地方應該有一個動詞呀，但是它是個名詞呀，那這個詞就用錯了。我們來一起看一下，正確的答案應該是示意我跟他去啊，示意我跟他去，而不能說意思我跟他去。那同學們在這裡要跟老師一起來學習，這裡有3個詞，它們的意思是不一樣的。首先我們來看一下意思，這個詞很有意思，對不对？同學們現在應該很清楚這個詞是什麼意思啊？那所以這個詞是什麼意思？比如說蘋果的意思是 apple 啊，這就是意思啊。那這個很簡單啊。那還有一個就是意義啊。那你如果去翻譯一下的話，你要去英語裡邊翻譯的話，你會發現意義這個詞和意思這個詞，它們的意思是一樣的，它們的英語的翻譯是一樣的。但是呢，意義这個詞它是一個非常抽象的、非常高級的這樣的一個意思。比如說，尋找人生的意義，尋找人生的意義，我的人生有什麼樣的價值啊？這個是意義的意思。好啊，再比如說比如說你這樣做是沒有意義的，你這樣做是沒有意義的，沒有用，沒有價值，沒有效果的啊。那這個時候我們用的是意義。那老師為什麼要舉這個例子呢？因為老師聽過很多學生跟老師說過，老師，我覺得這麼做沒有意思。但是我聽的時候覺得不是不好玩的意思，对不对？沒有意思也可以，但是意思是不好玩啊，不有趣。那其實他想說的是，你這樣做沒有價值，沒有效果。那這個時候應該說的是，這樣做沒有意義。好，我們來看第3個示意，它呀是一個動詞，前邊這2個都是名詞，後邊這個其實是一個動詞。那這個動詞有告訴的意思，但這個告訴呢，並不是直接的告訴。你看，他做了一個手勢，示意我跟他去。這是用一個手勢來告訴別人什麼樣的意思。比如說，他豎起手指，示意我們不要說話。噓，他豎起手指，示意我們不要說話。噓。那這就是示意，就是告訴的意思，但是又不是很直接的告訴，而是用动作、眼神等等啊，這個叫做示意。好，那
我們來看這3個詞是不是已經學會了呢？我們繼續看新的詞彙。蘇軾，這是一個人的名字，很有名的人啊，在文學和書畫領地中均取得了非凡的成就。那均它是都的意思，取得成就，固定搭配，大家要记住什麼樣的成就呢？非凡的成就，这個形容詞大家也應該記住。那問題是領地，在文學和書畫領地中，文學和書畫它們是領地嗎？同學們明白領地這個詞是什麼意思嗎？我們來看一下啊，這個當然不能用領地，我們應該用的是領域啊。同學們說，哎呀，老師他們都有領，我完了，我不知道怎麼辦了。那我們來看一下哈，什麼叫領地呢？它的意思是屬於誰的領土，這地方是我的，那就是我的領地。那這個詞現在常常怎麼用呢？比如說，很多動物都有領地意識，什麼意思呀？大家有沒有小狗啊？知不知道就了解不了解小狗的一些行為？就是当然城市里的小狗啊，那种就是不太，他们已经在房间里面待的时间很长了，可能已經不這樣了。但是農村的小狗它是這樣的，它喜歡它這個小便的時候呢，喜歡圍繞一棵樹，它有這個小便啊，那它在這個地方小便之後，它就認為這個地方就是我的了啊，別的狗你就不可以過來了啊。那很多動物，特別是在山裡邊的野生的動物，都有這樣的一種意識，一種想法，就是領地意識。這片地方是我的啊，他們都有這樣的意識，他們會用各種各樣的方法去做標記啊，這個地方是我的。那很多動物用的就是小便啊，它用小便來做標記，這個地方是我的，別的動物你們不要進來啊，這叫做領地意識。現在是不是明白了呢？那然後我們來看這個領域，我們經常說的是它的意思是方面的意思，比如說科學領域、文學領域、藝術領域，這個方面、這個行業它有這樣的意思。那同學們關於這2個詞的意思是不是清楚了呢？那我們也發現上邊這個句子它是錯誤的，下邊這個句子才是正確的。好，那我們繼續看。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比較長的句子，小時候你一定在院子的空地上玩過跳房子吧？玩過什麼？那這個肯定是一個遊戲。這個遊戲雖然簡單，但是特別有趣，隨着很多人度過了童年。那很顯然前邊都沒有問題，在這裡出現了這個問題，隨着。同學們知不知道隨着這個詞怎麼用呢？我相信同學們很多人都知道因為隨着這個詞我們可能是在 HSK 4級的時候就學過的一個詞。我們隨着這個詞呢，一般要怎麼用呢？比如說因為這個中國的經濟一直在發展，所以呢，在中國就是去外國旅遊的中國人越來越多了，大家也都有感覺哈。那前邊中國經濟的發展它是一個原因，對不對？那去外國旅遊的中國人越來越多是一個結果。那我們來看一下，隨着經濟的發展，出國旅遊的人越來越多了。那這個句子我們可以用隨着，隨着的後邊加一個原因，出國後邊這個是一個結果，它們是同時發生的一個原因，一個結果，同時發生，同時變化。那這個應該用隨着。
可是我們這個裡邊就不能是隨着了啊，它不是变化，它是和一起的意思啊。这個遊戲和我們很多人一起度過了童年，那這個應該用伴隨着。同學們是不是很了解這個詞呢？伴隨着很多人度過了童年啊，和他一起，沒有變化，原因和結果，就是和一起的意思。那比如說，伴隨着一陣陣鞭炮聲，新的一年開始了。大家都知道呀，對於中國人來說，一年的開始和結束在春節，所以春節的時候，中國人都會放鞭炮，梆梆梆的那種聲音。然後呢，聽着這個聲音，和這個聲音一起，我們就進入了新的一年。那這種情況下，我們一直聽它，它一直在我們的耳邊，一直在我們的身邊，這個就叫做伴隨着。那同學們現在是不是清楚隨着和伴隨着它們的區別呢？好，這個也請大家一定要記住。那我們繼續看啊，這節課的時間會比較長，因為我們的這個近義詞啊太多了，在以往的考試中出現過很多次這樣的題，所以呢，要帶着大家一起來認真的學習一下。也希望能通過這節課呢，同學們能夠學會一些非常重要的詞彙，它們的意思和用法。那在這裡我們看一看這個題，一個人的偉大之處在於他能夠意味着自己的渺小。一個人的偉大之處，偉大的地方能在哪兒呢？在於什麼呢？在於它能夠意味着自己的渺小。那在這裡意味着，同學們知不知道什麼叫意味着？這個詞它怎麼用啊？知道嗎？如果你不知道，一定要認真的聽一下。我們來看一個例子哈，它的意思是什麼呢？意思是啊，這是它的意思哈。比如說，有人認為結婚意味着失去自由啊，這個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說法啊。有的人覺得啊，如果你和一個人結婚了，你就沒有自由了。就結婚，它的意思就是沒有自由了啊。因為可能比如說啊，如果你沒有結婚，你想一個人出去玩，你就去了。但是結婚之後，你一個人出去玩，那可能就不太好了。你就失去了這個自由啊，有的人這樣想，那他就說，結婚意味着失去自由。結婚意思是啊，結婚我們可以看到的一個結果就是失去自由，所以這個是意味着這個詞它的用法，同學們是不是明白了？那然後我們來看看這個句子應該怎麼說呢？應該說它能夠意識到自己的渺小，他應該發現、知道自己的渺小啊。比如說，他意識到了自己的錯誤，並向對方道了歉。意識到就是發現的意思啊，我知道了，我突然就知道了，我突然發現了，這個就叫做意識到。那你可以看一看，一個是意味，一個是意識，那是不是看上去很像，但是其實意思和用法完全不一樣呢？那這兩個詞，同學們一定要小心，考試的時候可能會考。好，那我相信大家現在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了。如果你還記得前邊的意思、意義和釋義的話，你會發現這5個詞都有義，但是它們的意思都不一樣。好，我們再來看一個題目。他說，有時候恰恰是那些帶給你煩惱和不幸的人，促使的你不斷前進。啊，
我們不管恰恰是什么，我們說恰恰是這樣的人怎麼樣呢？這樣的人做什麼呢？後邊應該有動詞，對不對？動詞是什麼呀？你不斷前進，那這個不是的，這個人的動詞找不到了，因為什麼呢？這個地方有一個的，還有不是動詞，所以呢，這個就錯了。那這個句子是有問題的。促使這個詞，我們一定要學習一下。我們要注意的是，如果你在一個句子裡邊看到了這個土也的，它的前邊應該要有的是 adverb 副詞，或者是 adjective 形容詞。那促使這個詞，它不是副詞，它也不是形容詞，它是一個動詞。所以呢，我們做促使作为一個動詞，就是什麼事情促使，或者是促使着什麼事情發生。那前邊呢，通常是一個原因，或者是一個推動的這樣的一個力量。那麼這個句子我們就不能用促使的，而應該用促使着。他說呢，是那些這樣的人促使着你不斷前進，讓你不斷前進，推着你不斷前進。所以這個詞的意思你雖然很清楚，就是這樣的意思，有點像促進的意思，但是它的用法不能用的，只能用着，你是不是了解呢？那你看，雖然這個詞本身看上去也不是特別難，但是還是有可能在句子裡邊出現這樣的錯誤。所以同學們，雖然有一些動詞比較簡單，但是你也要記得去學習它的用法。你也要去記得，恰恰是什麼樣的人做什麼呢？沒有做什麼，不對，這個沒有動詞，所以它是錯的。你還是要進行咱們之前提過的，你要做的是句子結構的分析。如果你分析了，你就會發現這個句子是錯誤的，這個才是正確的。好，那然後我們再來看這個題目。據氣象台消息，18日到20日，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區將陸續陰雨天氣，福建西部、浙江東部等地區將有大雨。那根據什麼的消息不重要，這個時間也不重要，這個地區怎麼樣呢？你看後邊有將這裡也有將有大雨，這個地區將有大雨。這個將不是把的意思，在這裡不是把，它應該是會的意思。會的後邊一定要用動詞，會做什麼，會發生什麼。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個句子，將有大雨，都是動詞，沒有問題。那將陸續陰雨天氣好像就不對了吧？為什麼呢？因為這個陸續它不是一個動詞，陸續陰雨天氣是不對的。同學們知不知道陸續這個詞要怎麼用呢？知道嗎？陸續這個詞要怎麼用啊？我們來看一下陸續和持續看上去特別像，但是意思和用法不一樣。我們首先來看一下陸續，它是一個副詞，它表示先先後後，時斷時續。這樣說可能不太清楚呀。我們來看句子，客人們陸續到了。我邀請了5個客人來我的家。我跟他們說2點咱們開始吃飯。有一個朋友他1點40到了，有一個朋友他1點45分到了，還有一個朋友1點48分到了，還有2個朋友1點55分一起到了。那
來一個，來一個，來一個，来一個，那這個就叫做陸續到了。我們也可以說陸陸續續都到了，都是可以的。或者是下課了，大家陸陸續續的離開了教室，肯定不是一起，就是一個一個，兩個兩個，三個三個這樣的。先先後後，時斷時續，這個叫做陸續。同學們明白了嗎？那不能用陸續呀，陸續陰雨天氣，首先它是一個副詞，後邊直接說陰雨天氣是不對的。那我們要找一個動詞才可以，我們用的是持續，就是延續不斷。不斷就是不停的意思，一直一直一直这樣。比如說，生產持續增長，我們中國比如說這個工廠，或者是中國的 GDP 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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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長，這個叫做持續增長。那如果不是持續增長的話，可能增長減少，增長減少，這就不能叫持續了，因為它不是一直的。這個叫做持續增長。那再比如說這個例子，大雨已經持續了2個小時了，下大雨了，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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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不停。大雨已經持續了2個小時了。那在這裡，持續它是一個動詞，它不是一個副詞。同學們是不是明白了呢？所以在這個句子裡邊，這個地方將持續陰雨天氣，這個會一直一直有陰雨天氣的意思。那在這裡，同學們如果能夠把持續和陸續2個詞的意思用法都能夠記住，相信對你以後的考試一定是有幫助的。好，那我們繼續看。又出現一個題目，又是詞彙有錯誤。車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橋頭自然直。這是非常有名的話這句話常用來安慰處於困境中的人，比如事情到了最後，總會有辦法解決。比如嗎？同學們知道比如這個詞怎麼用同學們在學習漢語的過程當中一定是常常聽到比如這個詞，因為老師很喜歡用。老師告訴你這個詞的意思是先先後後，時斷時續。那告訴你了，同學們說老師我還是不清楚，所以老師會給你一个例子，所以老師說，比如說我們可以說客人們陸續到了，那比如的後邊就是一個例子。我為了讓你明白，我會給你講一個例子，那比如後邊就是一個例子。比如說水果營養豐富，比如橙子富含維生素 C。就是我告訴你水果營養非常豐富，那我怎麼能讓你知道真的水果營養豐富呢？我會跟你說，比如橙子這種水果營養就非常豐富，它有很多的維生素 C， 那你就明白了，對不對？這就是比如。那我們不能用比如這個地方不是一個例子，它不是一個例子，它是什麼呢？比喻差不多的東西，差不多的東西，差不多的意思。比如說，中國人常用玫瑰花來比喻人，比喻，特別是比喻女人，女人像玫瑰花一樣，這就是一個比喻這就是一個比喻那我們在這裡看到了，車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橋頭自然直。
我們的車到了山的前邊，一定會有路的啊。那我們的船到了橋的橋頭，一定会自然就直了啊，就不会这樣了，或直了。那這個意思是什麼呢？這個意思是事情到了最後，總會有辦法解決的，大家不要着急啊。到了那個時候，你一定會有辦法的。所以呢，這兩個車和船的事情，它比喻人遇到困難的時候，最後總有辦法解決。所以是用東西來比喻人，所以呢，它就是一个差不多的東西和差不多的意思啊。所以它比喻事情到了最後，總會有辦法解決。那漢語裡邊有很多很多這樣的句子，這樣的成語，它都是用動物啊，或者是用什麼別的東西來比喻人怎麼樣。這個大家一定要記住。好，那這兩個句子比喻事情到了最後，總會有辦法解決。那關於比如和比喻，同學們現在是不是已經會用了呢？會用了嗎？好，如果還有問題，請大家在下課以後再多去找一些例子，我相信你能夠一定能夠更好的去掌握它的意思和用法。然後我們繼續看，哎呀，這次的題怎麼這麼多呢？太多了，因為考試的時候，這樣的錯的句子出現了太多次了，幾乎每次考試都會有一個這樣的題目啊。爺爺常說，知足常樂，心懷感恩的人，爺爺說這樣的人怎麼樣呢？更容易受到人生的幸福，這樣的人受到幸福。那我們說的是這個是主語，這個是動詞，這個是賓語。那有沒有問題呢？當然有問題。我們不說受到幸福，同學們知不知道應該用什麼呢？受到這個詞放在這兒非常不合適，因為受到這個詞它經常會說的是受到歡迎、受到尊重、受到批評就是別人給你的，你受到。那幸福的話呢，就要說得到幸福，得到一個禮物，你主動去拿，你有了，這個叫得到。當然了，我們還有一個叫做收到收到朋友的郵件，收到朋友的禮物也是可以的。那你看，都是到，都是給我了，但是不一樣的。你看後邊的名詞是不一樣的。那如果你不去學習受到和得到還有收到的區別，那可能這個題目你就不會發現這個句子是錯的，這個句子才是對的。所以雖然這些詞已經不是完全6級的詞，可能是你以前學過的詞，但是你發現在考試裡邊6級的考試裡邊會出現這樣的句子，它就是詞的意思和用法。那我們同學們現在呢，先來掌握受到和得到的區別，然後下課以後要去學更多的詞彙。好，然後我們繼續看，芹菜炒熟後，降壓作用並不著名，所以最好涼拌吃，這樣可以最大限度的保留營養，更好的起到降壓作用。起到什麼什麼作用？我們又看到了保留營養營養在芹菜裡邊，你不要讓它沒了，你要保留它。芹菜炒熟後，
降壓作用並不怎麼樣，不著名。著名是什麼意思？同學們，我相信還是应该要知道的，对不对？应该是知道的，它就是有名的意思。你可不可以说它的作用非常有名啊？不有名啊？当然不行了。一個人著名，一本書著名，一個地方不能說著名，應該說有名。一般來說呢，著名這個詞說人比較著名，還有是書比較著名。那作用不可以，那作用應該說什麼呢？作用并不顯著，就是明顯的意思。都有著這個詞，著名就是有名的意思，顯著就是明顯的意思，就是不太大，不太明顯啊。那我們這裡呢，也把這兩個詞的區別能夠記住就更好了。好，我們繼續看。哎呀，終於沒有了，這是我們的最後一個題目。那在這節課裡邊，時間特別長，學生們跟着老師一起呢，學了非常多的近義詞。那這些題其實都是在我們的考試中出现过的、出现錯誤的句子。那在這些句子裡面，我們發現了有的時候句子的結構問題不大，主要是詞用錯了。那如果你能夠認真的去學習近義詞，我相信在這個題目當中，你也會很容易就做好做對啊，很容易發現4個句子裡邊錯誤的句子是什麼。那如果在聽課的過程中呢，大家發現啊，或者說大家在做題的過程中發現了一些詞，學生說，老師我不明白這個詞什麼意思，怎麼用？第一，你可以去查詞典，你可以去問你的中國朋友，當然你也可以加我們的微信來問我們的老師。我相信我们的老師會非常願意幫助你去解決問題。好，那時間很長了，這節課大家已經學得非常累了，所以我們現在呢要休息一下。